湖进寺，奉刘后军命，护送郎君入宫。杜之，杜之，哎，杜之，拦住他！杜之，要去哪里呀？别动！不要冲动！杜之，千万不可鲁莽！尔等有种，上来啊！杜之，冷静。老奴才一条贱命，换一位当朝尚书，国家重臣。老奴这买卖做得值啊！不！胡尚书，老奴要出宫去办些差事，上了年纪，腿脚不便，还劳烦胡尚书送老奴一程。走，对。退后！退后！退！末将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何承训，恭迎大王。这是老令公的意思？郎君，这是刘后的意思。没有朝廷的金册，吴越国中便没有大王。你这是僭越大罪。何某目无王法，不宜领内衙兵权。令公以为呢？谨遵郎君训谕。报何承训指挥使，贬为小卒，亲卫第一都有指挥副使，赞长。诺。小人知罪，谢大司马，救郎君不杀之恩。请郎君登车。备马。都给我退后！休杀他性命！你一个阉人，你这是何苦？把他押起来找专人看管，扔到偏殿去，休伤他的性命。上书，小人请罪。角门那边怕是走了人出去了。这是你弄的鬼！有人由此处出，
去外边送信，他有办法夜半出宫。这天底下，总是有些忠臣义士的。去了河中。好，都知是忠臣义士啊，肯定不会说啊。我只好去问问旁人。胡景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吾现在还是吴越的王，你是刘后，你自己做的好事，你还如何有脸来问臣？皇威谋逆，欲连夜出宫，已经被臣拿下，押上来。皇威说，他连夜出宫，是奉了刘后的军命。他说的可是实话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皇威手里的东西，是不是你给的？说！是他自家也使用公共钱，吾并不知情。原来是水丘啊！打开宫门！恭迎郎君入宫。
臣胡景恭迎九郎君。怎么回事？九郎君，七哥呢？刘后现在殿中，可曾受伤？刘后未曾受伤，道都惭愧呀，为何让刘后出去？今夜都知辛苦了，剩下的事交给洪处吧。胡令公，臣在。洪处想跟七哥单独说几句话，还望令公允准。老臣谨遵郎君君命。尔等都在此处候着，任何人靠近功臣堂2丈之地，立诛之。谨遵郎君君命。小人忠顺都虞后蒋多逊奉都头九郎君之命，向水丘太尉禀报军情。起来说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九郎君命小人禀告太尉，说胡令公进了宫，还带着兵，要行非礼之事。非礼之事？九郎可说的是非礼之事？对，就是非礼之事。相公，自从功臣堂内侍衙班庞进携刘后手书捐命，求见相公。宴会上的事儿，确实七哥错了。就算胡令公不是3朝元老，不是国家重臣，就算他真的犯了罪，也该先看后觉，再加刑惩啊！不请法司当殿扑杀朝廷大臣，便是父王在日，也不曾行此事啊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不经法司，当殿扑杀一阵皆衰。九郎做得，七哥做不得。七哥那不一样啊！张彦泽乃残民虐主之贼，汴梁城中恨不得他死的人数以万计。便是当日在大殿上想取他性命的，不下100人。胡令公不是张彦泽，他所求者不过是是非2字而已。是非？九郎，你也不小了，经的事也不算少，这等欺瞒世人、掩耳盗铃的说辞也是能信的。你如今来跟我说什么是非？那你告诉我，这功臣堂外的兵又是怎么回事儿？若此刻不是他胡进司率着兵围着我的寝殿，而是我的兵围着他胡进司的府邸，你还会来跟你的七哥舌谈什么是非吗？你敢吗？七哥，咱们吴越不是中原啊！当年在汴梁，
有一位相公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是非一定是有的，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梨树在下，此事万古不易呀。”大司马带了多少人进宫？守在宫城堂外的是亲卫第一都的兵，可见到神城里，那却不曾见。放辽后军兵，请相公入宫！放辽后军兵，请相公入宫！相公，门外来了许多兵，都穿着甲，说奉了刘后的军命，召相公入宫。去，把人都叫起来。里面不可开门，怎么办？迟得生变，翻墙进去，从里面将门打开。上！诸位袍子，我等姓令，在今日之日起，出入府内，无论老幼妇孺，尽皆斩之。杀！父亲，时空生变了，老是对着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难道此时此刻，让我出去跟他说一声我错了，他便肯带着他的兵退出宫去，任由我接着做这个刘后？你既已经入宫来了，也当明白他的意思。总不至于是为了跟我说句是非对错的吧？胡令公要我做刘后，理当如此。八郎离得太远了，其他的弟弟们又都还不成器。你在汴梁做下好大的事业，少年英雄前九郎，上至天子，下至走卒，吴越之主这个位置，我若做不了，除你之外，还有谁能来做？七哥，不是如此。你去跟他低个头，认个错，至多再许他一个相府之位。你是真的不懂，还是在跟我装傻呀？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？淋了血的剑还能收回剑壶里吗？胡金子的刀已经抵在我的脖子上了，我去跟他认个错，他能痛痛快快的收回去吗？七哥，我就是个鱼障子呀！一国之政，13州86县，100万居民，我是真做不来呀！那是你的事儿，明白吗？你若不做，天下便完了，明白吗？你果然在跟我装糊涂，其实你什么都明白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你若不做，今夜我便死定了，或许你也死定了。他胡进思毕竟姓胡不姓钱，这个位置他也坐不稳。外殿的几位叔父伯父，还有八郎都不会容他。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？割据、内乱、天下大乱。北边的南唐会做事吗？不管谁赢了，这世上还有吴越吗？七哥，我没有做太推辞，我是真不想做。
父王在位时，我不大懂事。刘哥继位之后，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你我都看在眼里啊。如今，三哥和大郎兄，一个在府中闭门读书，另外一个在海岛上，索性成了外姓之人，都是至亲的兄弟呀，何至于此？可六哥也不容易啊，他为了这个担子，活生生的把自己累死，竟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。做了国主，便做不得人了呀。怕是由不得你。前洪宗北周慌乱，获罪于天，请大将军念祖宗创业之艰难，替国中百官之福请，顾东南昌盛之福祉，全赦镇东镇海两军节度刘浩。臣胡进思，请大将军应七郎君之请，念苍生之不义，全赦镇东镇海两军节度刘后。臣葛强，臣陆彦初，臣马有成，臣胡景。请大将军全赦镇东镇海两军节度刘后。你想好了吗？我还有的选吗？有啊。你要是不想做，咱们立刻出城。
黄龙岛上至少还有个30-50年逍遥的日子可过。外间的那些人啊，未必拦得住你。我七哥说的没错，我姓钱，钱家没有无辜之人，我没有那般逍遥快活的命数。既如此，妾身请郎君以吴越100万无辜之人性命生计为念，全摄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留后。葛强，臣在，请齐郎君偏殿歇息。臣谨遵刘后君命。臣谢刘后厚恩。请齐郎君随下官偏殿歇息。胡令公，老臣在。诏5品以上文武百官即刻入宫。老臣谨奉刘后君命。领上刘后，臣年纪老迈，不胜中书之烦惧，轻弃骸骨。袁相公，我也想，但不行啊。你我都勉为其难吧。刘后顺天应人，承嗣王统，取旧时之流弊，匡废王之皇政。此吴越之幸，东南之幸。新主应为废王再举公时与礼不合，臣请刘后颁布军命，治废王祸国乱政、奸邪闪杀、聚敛虐民主罪，依仗国法。老令公，君命已下，处七郎君为安国一锦军团练副使。刘后
废王罪孽滔天，不容于鬼神。臣请刘吴尚书，1个时辰前，七郎军已经起行，由新任青从第一都指挥副使薛温亲自押解边管。主公，红处德薄，心权留后。眼下有几件大事要先定下来。第一件，请袁相公拟就表彰，表奏汴梁。臣谨奉君命。第二件，罢胡令公大司马衔。拜丞相，知政事。国中有事，百政从挫，袁相公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还望令公不辞劳苦，以吴越苍生为念，屈就则个。臣胡锦思，谨奉君命。第三件，吴行郡公水丘招劝，拜丞相，知政事，同参大政。亲卫第一都何承训觐见。启奏刘后，昨夜宫中变乱，水丘招劝，因劫废王，聚集家甲，图谋大逆。末将奉大司马军令，尽诛其部众党羽。现有水丘首级在此，请刘后验看。怎么会？那沙才说什么？这样。是你杀了他。末将奉大司马军令为之。是你杀了他。末将奉大司马军令。我问的是，是你杀了他。刘后，此事大司马，帮我一个忙，擒住此贼臂膀。大司马，如今我是刘后，是不是？是。我命大司马擒住此贼臂膀。
老臣谨奉君命。大司马，胡尚书啊，上前来。大司马，拿着。大司马，刘浩，我就只是奉命行事，不想为。水秋公是国家重臣，有大功于吴越，却死于小人之手。你们推戴我做两军留后，我便同大司马并肩斩杀此贼，还水秋公一个公道，还吴越国一个公道。吴越不是中原，我也不是六哥七哥，我性子急，容不得恶人。主公，还要我来做吴越国主吗？令公，还要立我为国主吗？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，大王万岁！臣愿得诏，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，大王万岁！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，大王万岁！老臣胡天嗣愿为大王效死，大王万岁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杀了何忠勋，不是他，我知道，我杀不了胡金丝。不是他，
若发成这样，要是烧坏了身子可怎么好？传公议，快传公议！太妃呀，大王睡下之前已发严令，他不让传公议呀。你们这些狠心的奴才，只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热死不成？太妃，大王今日方见王位，内外相宜，局面不稳，连宫中的官房人士都来不及收拾。若传了公议，外间知晓大王身子不愈，恐人心动荡，再生祸乱。那就不要九郎的命了不成？虎令公4朝元老，军中元戎，权倾朝野。若知道大王病倒，恐再生大变。他能逼得七郎勋位，就不会在乎再逼大王一次。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阿杂泼财，眼里只有权柄富贵。他是我的儿子，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便是不做这什么老十子的大王了，我也要让他平平安安，身子康泰。皇位，奴才在。你是伺候过3代先王的老人，是看着九郎长起来的，难道便这般狠心？他病成这样，也不能传个医官进来。先王地下有知，陵寝不安。你们这些做奴婢的，难道就吃了心意了吗？奴才不敢啊！传老身的话，命公议入颐和园市集问诊，待九郎身子大好，若要问罪，就来问罪老身这个亲娘。奴才遵命。走，传公议。不能传公议。外间已经安置好了，颐和园由忠顺都紧闭，私自出入者以谋逆论罪，立诛。待郎君行转之前，谁都走不出这颐和园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太妃息怒。害死九郎与你有什么好？他是你的夫君，是你的天。他若没了，你的天便塌了，你不懂吗？母亲恕罪，是儿媳擅专了，实在是事态非常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只是郎君才是这王城之主，母亲纵是长辈，也不能越过他决断大事。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啊！先王当年弃你母亲，果是有先见之明。我纵有一口气在，也断然不允许你害了我儿！都给我起来！快去传公议！传公议！快去传公议呀！去传公议！郎君行转之后，儿媳亲自向母亲请罪，请母亲去偏殿安置。请母亲去偏殿安置。在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作乱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夫人，无妨，我心中有数。打一盆冷水，取10条汗巾子。诺。我算不明白。再大的数目，不过也只是数目而已。耐心些，算得明白的。胡金丝怎么办？错误的问题。我算得许久，他太强了，我杀不掉他。错误的问题，怎么算都是错的。
刘哥，什么是正确的问题？正确的问题是，吴越怎么办？再换一盆冷水，再取10条汗巾子。诺。夫人呐，如此便成吗？他这是急火攻心，去年南征落下的病根子。我自己的夫君，我知道的，他能挺过来。阿爹，太难了。没那么难吧？吴越国太大了，抓不住啊！一条船而已，只要不沉不翻，些许风浪，就当是耍子。阿爹，我不想玩了。我家的酒廊，你不是最爱玩吗？我玩不起。这是一座山，是一片海。当国者只言片语，瞬间呼吸；于无辜者而言，便是惊涛骇浪，是狂风骤雨，是倾家灭族的大灾变。七哥不成，我更不成。酒郎，你无辜吗？阿爹，阿爹，阿爹。阿爹，阿爹，不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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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个世道，不是他。水秋国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你无辜吗？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内外弓箭都并紧了。京从京卫各都都有咱们中顺都的地形监护，外省的刘彦辰是跟着大王出使过汴梁的，也是个妥当人。那胡清思府上呢，有什么动静吗？今夜会有谁去胡府呢？都不曾来呀。张云、赵成泰、罗胜等司不来也还罢了，沈城里那厮，哼，也如此的装聋作哑，
手鼠两端，一副小人的嘴脸，令人齿冷。谁能想得到啊？那九郎连一刻都忍不住啊，在继位的朝会上，当着宗室公卿和满朝文武的面儿，便动了刀子。莫不说是七郎君，就是先王和六郎君当国，也没见过如此飞扬激烈呀。父亲，咱们父子用这个人带了进退失据、色厉内荏的七郎君，真的做对了吗？夜了，早睡。走啊。九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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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郎。你说，我若此刻跟你回到岛上去，做个上门女婿，会不会被岳母大人给打出来？我母亲定会发出黄龙令，带上几百条船，再劫钱塘，把你丢了的王冠抢回来。看起来这个大王不做是不行了呢。主君留步。什么事？老主君身子不爽利，吩咐下来，不许人打扰。父亲病了。臣等参见大王，大王千秋。众卿平身。启奏大王，家父年迈，昨夜偶感伤寒，不能起身行朔望之餐，伏请大王恕罪。胡令公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人，也会为
心病所惑吗？自幼随皮夫子读史，以观历代兴替之事，直至今日方才明白，什么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袁相公，昨日殿上之事，家父实在心有郁结，怨怼之情，或是有之，不臣之心，断然未曾有。国主亲问起居，自宣武肃王开国以来，令公是第3人，此乃旷世恩典，足保子孙荣宠。大王临府探病，亲问起居。开国以来，受这等恩典的，一个顾和尚，一个罗秀才，便再无其他人了。如今，老夫算一个。大元帅地下有知，要骂老头子，不知上下好歹了。大翁走了快20年了，便是他老人家在日，也不见令公会怕他。茶里有毒。大王前来，究竟何事？月黑风高夜，令公有胆孤身入府来见洪楚。如今令公病了，洪楚自然要亲身探视，以全国家固为老臣之意。大王本该原有这样的担子，吴越也何该有这样的大王？令公的病可大好了？那要看大王给老夫开的是什么药。这吴越国本就有令公一份。吴越一军13州，100万军民疆土，不是我阿翁一人打下来的，自然不该前世一性所有。若是把吴越一国当成一桩买卖营生，吸出若干谷子，顾中武功，罗中肃公，令公自然全该有之。吴越之主，不只是我家阿翁和阿爹，中武公、中肃公、令公，皆是啊。水丘氏呢？也是。是。水丘一门亦是吴越之主。
根本是江山社稷，岂有不测之为？何该万死，请大王治罪。我恕你的罪，不为胡氏，不为水丘氏，只为吴越。王仁恕，老臣待胡氏满门，谢大王宽宥之恩，保全之德。灵公，许多不该死的人已经死了，咱们吴越不是中原，不能再有无辜之人再枉死了。大王之言，便是吴越之法。臣谢大王厚恩，臣愿为大王效死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大王千秋。臣等愿为大王效死，大王千秋。臣等愿为大王效死，大王千秋。你是因何不杀他？他有罪，杀了也并不无辜。可杀之后呢？他不是一个人啊。他们那辈人提着脑袋厮杀，江南半壁偏安之局，就是他们用命换来的。杀了他，他留在军中的那些故旧杀不杀？杀了他，胡家上下满门良贱杀不杀？杀了他，朝中那些党附于他的大臣杀不杀？他们都该杀吗？你本不是这种优柔寡断的性子。昭烈在当阳，不肯弃百姓，伏济大事，必以人为本。前九郎定会杀他，可吴越国主需礼敬他。胡敬思，我知周真。国之主事，他是这般说的。啊，
殿上拔刀之时，眼见他的飞扬永绝，只道是他比忠献王六郎君还难侍奉的精明雄才之众。谁知他竟比先文穆王还要仁厚绵软的性子，这样的人如何坐得稳社稷？他不会讲先王。哦，你以为先王仁厚，那是因为你老子动摇不得他的王位。先王对功臣、对朝臣、对不相干之人，不可谓不仁厚，可对亲兄弟呢？两个弟弟说啥就啥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。那一支前世子孙也被废为庶人。如你是前世宗室，还会以为他仁厚吗？能杀人，却也能爱人，那不是先王，是老王。不肃啊！当今这位大王，像老王一般，是个清楚。臣台州长史沈莹叩见刘后。先生不必多礼，我还是昨日之我。刘后慎言，已经不是了。是。沈清良言，我记在心里。自即日起，我便称卿为虎子。臣的表字犯刘后之自讳，臣请改之，以全礼制。不必，我先改了。文德，正是文德。京师冯令公帮我改的。刘后，原相公觐见。大王，大元帅府判事厅从汴梁得来的旨报，出什么事了？天子圣公不虞。陛下圣公不虞，为大统计，请陛下颁布一制，册立太子。于兄嫂对我不好，是我自要嫁你的，和兄嫂有什么干系？最稀罕听你的言语。
从军去到俺家的钱粮，别回来，去过。我等着你来。他走了。父皇，皇后，冯令公、苏相公，此非卑妾自伤之时。陛下大幸，国不可一日无主。周王任孝，国之长嗣，请皇后与诸位丞相拟定一制，封周王一称大统。相公们自行决定便是。让我们再待一会儿吧。公元948年正月，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逝，烽烟初定的山河骤然失了主心骨。高祖次子刘承佑年方18，受遗命继位，为昭示程序，安定人心，沿用先帝年号前佑。然而主少则国疑，后汉政权自此步入多事之秋。周王承佑可于就前继皇帝位，共辅圣制，同仆康公，主者施行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各位，拜见冯令公，拜见两位相公。文中不必多礼。究竟出了何事？李守贞反了。何征甫，这块石头落下来也好，忍了他1年有余。哼，如今他公然作反，这块农疮也该弯了去了。征伐何征甫，河东出兵最为便也。就派李路成，骑兵11日就可以到了。允刘崇为北平王，加中书令，他应该愿意出兵。可陛下不愿意。刘崇贵为皇叔，大秦皇帝曾有一立为储君。陛下刚继位不久，年在右冲心结难解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河东之兵还需备边。契丹是万圣之国，虽一时内争不止，然则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有刘崇在河东一日，北边之兵便不可轻举妄动。若刘崇离开了太原，那镇守在云中的耶律闼烈、耶律狄禄便会南下雁门，叩问虚实了。文仲，此番怕是要你亲自走上一遭了。
阿娘在的时候说过，在家千日好，在外一时难。平日里记得冷暖要增减衣服，吃饭要按照时辰。你胃气不好，忙起来1、2日水米不打牙也是有的。自己还是要在意些，莫要太恣意了。又不是头一遭出兵放马，哪来这么多裸照？下来，哥，自己玩去啊。阿伯做了天子，多少好东西供奉着，还是53岁便没了，什么缘由？还不是早年征战，伤寒入体，杀伐自身，多少老伤病痛落下了根儿了，这才没能挺过来。娘子良言，国荣谨记在心。放心吧，我绝不会让你年纪轻轻的便守了空房。你若死了，我肯定不会为你守着。这样的年月，生生死死的都是寻常事。你自家知晓轻重便好。阿姐，哎呀，一哥，你倒是不太知道轻重啊，你啊！公元948年，即后汉乾佑元年，郭威亲率大军讨伐叛乱的河中节度使李守贞。李守贞之叛，早有因由。他本是时势不中，与先帝本为同列，契丹南下，汴梁生乱，先帝入主大宁宫，他心里其实是不服的，只是慑于先帝声威，不得不蛰伏待机。如今大兴天子宾天，新君继位根基不稳，他自以为朝廷顾不上他，索性便反了。令公以为呢？李守贞狂悖粗疏，必不成器。只是需防着南唐李家趁火大劫。是。朝廷要平李守贞之乱，1、2年间无暇难过。南唐李氏或以为机会难得，再兴刀兵。可命养公以大参出巡北部株洲县，统御各镇，以备南唐。令公以为妥当吗？养人权位分倒是够了，只是不曾预闻北事。这些年带兵盯着的也是福州方面。南唐是大国，代价20万是有的。需要寻一个交过手、知悉内情的单正礼，他倒是更合适些。胡令公说的是。养公熟悉的是福州闽粤方向，山川河流、兵甲民情，皆与南唐迥异。那就劳烦养公再辛苦一遭，领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诸军州事，将吴成换回来。臣恭奉大王教命。先王之时，吴成曾3次奉教巡视北边，熟知南唐兵要地理。又是做过丞相的人，能压得住军中那些丘巴。胡令公以为呢？大王说的是，老臣却是把他给忘。那便这样定了，召吴成回王都，拜丞相，持节钺督中吴宣德2镇及苏州、宣州、睦州、衢州，依锦军兵马，以备南唐。臣等奉教。你怎么看？
郎君做得很好，养大参确实不是合适人选。吴令公说的没错，然则他举荐沈成礼统军，提携旧部，亦有其私心。郎君召回吴相国，他是弃礼，亦是积年的宰相，在军中声威卓著，犹在养大参之上。有此人在北疆，南唐纵有所图，也必不能成事。养人权南下为威武军节度使，那丞相府中正好空出了一个参政的位置。郎君心应刘后，终属治世用人，不宜开信进之途。先生知我，先生国事早晚是要入相府的，只是不急在今日。我欲以先生为通儒院学士，随时左右，撰拟教文，以备咨询。还请先生不要推辞。敢不从命？南唐之事虽然紧急，却还称不上真正的大事。包税制，正是。台州包税之制行之已数月有余，藩库殷实，民用益丰。台州藩库仅去年1岁，便结余了8万名钱，10万匹绢。这还不算宁海博弈物的收益。更要紧的是，5县之地多出了13500口人，其中将近7县丁口，相当于吴越国中竟多出了1县之地。此皆郎君之功也。这不是我之功，是包税之功。我心意已决，在国中一军13州86县，全面废止先征后养等苛政弊政，推行包税之制。乃见税赋流弊久矣，明目之繁，苛责之重，苦民之烈，于斯为甚。今大王体民勤，恤民生，推包税之制，革故鼎新，严役宽明。凡净税赋，即于某甲一例相承，后计均分厘数，此与衙吏无涉，则贪赃枉法可避；数目一统恒定，则民累伤负可减。水丘昭却死了，身首异处，满门抄斩，可惜了。胡进死了，拜丞相，知国事，九郎能吞下这份伤痛，真可谓相忍为国了。乱世存身不易，想要做点事情便更难了。昔日纵横汴梁，快意恩仇的那个小九郎，终归还是长大了。河中府为秦晋所阅，天下之一角。李守贞窃据此城，谋逆作反，天下惊怖，一肃诛剿，克期破敌，以尽全功。临行之际，官家命下官转告枢密，只要枢密能在30日之内克敌，官家为枢密准备了2阵节帅的仪仗，还有一个国公的爵禄。枢密，来人，在。擂鼓，巨将。
武德使带来了天子诏书，责我等速战，克期破敌。尔等有何言语？只管讲来。王师顿兵兼程之下10余月，整日只是修筑营垒，修了37座营垒，被城中之敌毁了37座营垒。长此以往，军心士气俱坏，与大军不利。末将愿请战攻城，若不能先登，甘当军法。末将也请战攻城，若不能先登，甘当军法。本帅有句话，请尊使带走天子。请枢密示下。自古国不可从外理，君不可从中御。陛下既为臣专捆之权，则军事节度，臣无复请之意。大军圣节之前，若再有诏来，必是伪诏，诈称天时之人，某必斩之。下官惭愧，今日方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圆融气度。枢密身担大事，若非如此，安能当天子托付之重？下官这便星夜回京，向天子复命。不知使君会如何向天子告明？何时破城，俱在枢密帷幄之内。枢密乃我大汉之魏国公李药师。除此之外，下官无复他言。尔等在军中，皆要小心遵奉枢密的军令。若有违令浪战者，便是枢密不计较，天子也会斩了尔等，以敬三军。大人，扶着我。回京。你是以为朕杀不得你是吗？尔等要隔绝内外吗？山叔，两位相公，这是？臣敢问陛下，不经密院中书，内将指挥于军前，胜而分勇士之功，败则推将帅之过。如此昏聩之行，可是君上之所为？杨相公言重了。朕只是心急前方军事，并没有移国家叔父的意思。二郎，不要以为做了天子便可以肆意妄为。须知，便是你阿爹得享天子之威福，那也是长枪大剑打出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多承二位叔父教诲，侄儿知错了。
何任由敌军拆营垒，却按兵不动？好好的学着下。力争追忆月，为国王身好远事，多须全尽醉。对这几只，欲马即欲马，欲钱即钱，若是亦不必。兄弟，你都喝起来，别拘着啊！来。你愣什么神呢？酒吃不下了，便去夺甲，前去战败。我是想不明白，这打的什么仗？虽说小胜了一场，可是咱们的营垒叫人家给拆了，这许大一片营垒，修建起来至少得半个月的光景。真不知道枢密相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若是没有这座营垒，又何来今日的数百斩首之功呢？这么大一场仗，几百个人头算得了什么？那城中至少还有几万兵啊！几百的砍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你好阔气啊！几百颗首级的战功，到你口中，都成了不算什么。你可知，这几百颗人头，便是下面的这些军校将变的衣食粮饷，是他们的前程绝路。若没有这些功劳吊着，数万大军的军心，靠什么来维系？好，相公，中军指挥使来报，城内有军将来投。知道了。烧了。这火是李守贞在家吧呢？是，城池将破，他自知不容于朝廷，所以纵火自焚。他在自焚之前，站在屋脊上大喊：“非败于战事，实败于人心。”我可算是看明白了，贼军若是守城不出，便只能眼看着咱们的营垒日渐迫近城墙；若是出城袭杀营垒，一次便得损失几百将卒。如此往复，我军军心易盛，贼军军心易衰。能出城袭杀我们营垒的士卒，想必都是他们各营选封死士。像这样的选封死士，3000人顶天了吧？等他们都死干净了，李守贞还能压得住城中的几万兵马吗？所以城中军事哗变，索性献城了。李守贞阻不住，索性自焚而死。下城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杀人的，然最上层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活人的。阿爹，枢密此番里的大功，该是入阁拜相了吧？那小乙哥也该见节了。
郭家叔父好本事，连朕都给瞒过了。舅舅，传翰林学士，枢密使杨斌拜司空兼宣徽南院使，郭威加两镇节度使拜枢密使。臣以为不妥。杨家叔父总以朕为小孩子。朕发往枢密院的诏书10份，倒是有9份被他驳回来。郭家叔父就不似他那般跋扈，此番又立下赫赫战功，压制朝堂是尽够了。他做枢密使，杨家叔叔想必也没有话说。正是因为郭威此番立下大功，在军中有了声威权柄，才万万做不得枢密使。否则，只怕会比杨斌更加跋扈难治。如此大功，总不能不赏吧？官家，河北毗邻契丹，边事日紧，正缺个妥当之人坐镇。臣以为，可加郭威为使相，仍兼枢密副使，出镇腋下，总领防务。有此人领兵在外，朝堂之上，杨斌与史弘照也不至于仍像以前那般跋扈专权。父亲，陛下派人把咱们拦在洛阳城外，连城门都不让进，还要让父亲转到腋下，整肃军队两马备边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为何回堂京师？待我捎一封书函给杨相公。诸位，朕陛下，老臣斗胆，敢问陛下，据平乱功臣于都门之外，是谁的主张？杨相公，朕非是不欲郭令公回朝，实在是边境有紧，河北那里确需一妥当人坐镇，不得不劳动郭家叔叔一遭了。此事倒是奇了，中书省不闻，枢密院不语，陛下居于深宫之中，反倒先得到了消息，不知是谁报与陛下的？是武德司的探视吗？陛下，讲。启禀杨相公，正是武德司探视，探知此事，这才奏告陛下，欲作防范。武德司真是好本事啊！纵横京师，刺探大臣犹嫌不足，居然将手伸到河北边城去了。却不知讯从何来啊？哪一州？哪一军？哪一县？北国有入寇之意，边臣率臣茫然不知，与朝廷无一语之计，反倒劳动天子内臣操心。如此蛮汉之辈，何以牧养百姓，守卫疆土？武德使不必为此辈隐瞒，只管说来。只要事机属实，老夫这便表奏天子，砍了这帮废物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若是讯息不实，便不是守臣失职啊，而是武德使欺君了。
既如此，臣请陛下斩李业，以正朝堂。杨斌不是要杀了臣，他是要将武德司的探视之权也给夺了去。他是枢密使，外联大将，内秉枢要。若是再控制了武德司，这便可隔绝内外，彻底将宫中的官家变成聋子、瞎子。陛下！权臣逼宫在即，陛下若是不能当机立断，只怕明日便会有新教门之变。先帝和祖宗皆不能确实矣。陛下！你父亲身体怎么样？有劳叔父惦记。父亲身子骨尚好，现在每顿还能吃2大碗羊汤，2个饼子。能吃能喝便是福。过去儿让你带什么来了？这是家父要给叔父的信。雀儿是个老家贼，诱点衙中机密多年。文字上的事儿，最是仔细。真想说的话，万万不会落在纸上。坐。说吧，他担心些什么？家父说，先帝大行，兴居四统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先朝老臣，终归是要退归临下的。现是新老交替之际，局势晦暗难明，倒不如趁着老一辈的功劳情分尚在，自请出战外藩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。朝政诸事，就让年轻人折腾去吧。倘若未来国家有事，还有拨乱反正之力。都是帮老家伙了，岂有贪权揽政之意？世道乱了这么多年，好容易过几天安生日子，谁会想让一些程度涉属之辈毁了这局面？也不是不能退。当今天子虽然年轻，但本心却并不坏，有我们老一辈的看着，历练几年，未必不能成起事来。真正坏事的是李业这般小人，可偏又是老嫂子的亲弟弟，我们总不能拖出去一刀给砍了吧？武侯是如何说的？亲贤臣，远小人。待当今天子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我们这帮叔叔们该退的时候。亲贤臣，远小人。是，杨相公是这般说的。这是武侯出师表里的话，他没说全。亲贤臣，远小人。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，亲小人，远贤臣。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。咱们这是大汉，算是先汉还是后汉？
京师要出大乱子了，你别泄气了，即刻回京去，将家里人都接来邺城安顿。是。